英国国防大臣观摩北约演习后，回程飞机遭遇俄方电子战。俄罗斯这是想做什么？北约2023年度报告，国防开支大幅增加。德国国防专员主动爆料德国军队的缺陷，德军真的是什么都缺吗？美媒深度披露五角大楼 AI 旗舰项目没文计划，并已用于实战。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公布为乌作战的外国雇佣兵数据。3月14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为乌克兰作战的外国雇佣兵人数以及阵亡的最新数据。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至少有13387名外国雇佣军前往乌克兰为基辅作战，而其中大约5962人已确认阵亡。同时，在这些雇佣兵中，来自波兰的最多，达到了2960人。美国也是基辅的主要军事援助者，大约有1113名雇佣兵来自美国。排名第3的是格鲁吉亚，大约有1042名格鲁吉亚雇佣兵为乌克兰作战。紧随其后的就是加拿大，大约有1005名雇佣兵已经确定来自加拿大。此外，还有来自英国、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雇佣兵参与到乌俄战争。这不禁让火力军想到了一件事。3月8日，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在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的纪念会议上公开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并非不可想象。来自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并对派遣部队的国家表示感谢。只是希科尔斯基并没有透露哪些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遣了部队，也没有透露这些部队在乌克兰行动目标和活动时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希尔科斯基所说的北约出兵，可能就是以雇佣兵的形式进入乌俄战场。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希科尔斯基并没有直接表示北约士兵正在与俄军作战，也可能与加拿大一样派遣作战部队训练乌克兰士兵。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及北约演习之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观摩北约演习后，回程飞机遭遇俄方电子战。捷克150万枚炮弹。2月17日，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表示，捷克已经找到为乌克兰采购80万枚炮弹的方法，但需要资金。之后，至少20个国家加入了炮弹联盟。目前，首批13亿欧元已经募集完毕，捷克有足够的资金为乌克兰采购首批50万枚炮弹。3月1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捷克又为乌克兰找到70万枚炮弹，这意味着一旦资金到位，会有150万枚炮弹抵达乌克兰。此外，欧盟内部贸易和服务专员表示，3月底向乌克兰交付10万枚炮弹，乌克兰利用贷款从欧盟购买的35万枚炮弹将陆续交付。罗马尼亚批转乌军培训。3月18日，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同意芬兰武器通过罗马尼亚转运至乌克兰，并批准50名乌军飞行员在罗马尼亚的欧洲 F-16 训练中心接受 F-16 培训。欧洲 F-16 训练中心位于罗马尼亚费特什地军事空军基地。有消息称，乌克兰飞行员预计到2024年夏季抵达该基地，2024年年底结束培训。罗马尼亚的做法可以说是锦上添花。目前乌军飞行员的培训已经在其他国家进行。丹麦首相曾表示，第一批6架 F-16 战机到今年夏天就会在乌克兰上空飞行。3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蓄意干扰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卫星信号，而飞机上载有从波兰回国的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报道称，这架遭遇电子战的飞机是达索公司研制的猎鹰900 LX， 在飞进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时，其 GPS 卫星信号受到30分钟的干扰，而沙普斯与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各家媒体记者就在这架猎鹰900 LX 上。沙普斯当天的行程是访问波兰奥日什一处军事训练基地，并观摩北约的坚定捍卫者军事演习。结果在回程时遭遇了电子战。虽然可以在飞机跟踪网站上看到猎鹰900 LX 的飞行路线，但还不清楚这次干扰是否是针对沙普斯本人的蓄意攻击。针对此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电子战专家托马斯·韦辛顿表示，卫星导航系统被扰乱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同时，韦辛顿认为，从表面上看，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俄境内的部署、基地、部队集结地以及战略目标不受卫星制导武器的攻击。但问题是，俄罗斯的行为已经超出保护潜在目标的后果，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白俄罗斯重装部队部署边界，并警告北约。3月14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白俄罗斯在本国与北约边境附近部署了坦克。同一天，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白俄罗斯军方动员了预备役军人，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在白俄罗斯与立陶宛接壤的西部边境部署了第19近卫机械化旅的人员，包括坦克在内的装备。这点白俄罗斯国防部已经证实，参与部署的装备包括 T72B 坦克和 BMP-2 步兵战车。按照白俄罗斯国防部声明来看，白俄罗斯目前正在包括奥什米亚内在内的区域里组织军事训练和演习，此次军演将持续到4月5日。另据报道，白俄罗斯还在其他多个地区举行演习，部分演习所在区域靠近北约成员国的边境。与此同时，北约也在欧洲组织军演，规模算是这几十年来最大的。北约坚定捍卫者军演将持续到5月份，北约32个成员国派出9万多名士兵参与。有意思的是，俄罗斯认为坚定捍卫者军演是在按照美国的计划预演北约军队袭击俄罗斯领土的情形。虽然火力军很想吐槽俄罗斯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北约军演的确包含这个想法，确保北约成员国遇袭之后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击。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国防开支大幅增加，而按照俄罗斯议员的话来说，北约的主要任务是削弱俄罗斯。3月14日，北约发布了2023年度报告，内容也很有意思。报告显示，2023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增长了 11%。2023年11个成员国达到国防开支占其 GDP 2% 的标准，但是到2024年初，32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8个国家达到了国防开支占其 GDP 2% 的标准。3月14日，据路透社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今年将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3月13日，丹麦政府公布一项追加国防支出的计划，今后5年再增防务预算405亿丹麦克朗，加上丹麦政府去年承诺的今后10年投入1550亿丹麦克朗军费，整体国防预算在2024年和2025年达到 GDP 2.4% 的水平。同时，在3月13日，欧洲媒体新闻网称，在瑞典正式加入北约不到1周，瑞典国内就有声音呼吁增加该国的军费开支。而且在2024年，北约盟国已经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国防工业合同，预计2/3的成员国都将达到 2% 的目标。当然了，还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水平达不到要求，这种事情不能强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莫尔尼的话表示，因地理位置的不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局势的感受存在差异，而且各国的经济能力也不一样。远离乌俄战场、经济相对脆弱的南欧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未来几年不大可能大幅增加国防支出。顺带一提，在北约的年度报告里，俄罗斯是对北约盟国安全最重大也是最直接的威胁，而俄罗斯那边则是认为北约的主要任务就是削弱俄罗斯。对此，火力军也只能说都是乌俄战争惹的祸。乌俄战争爆发之后，芬兰与瑞典放弃军事不结盟政策，在去年4月和今年3月先后入约。俄罗斯总为了应对芬兰加入北约，打算向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装备，然后挪威和丹麦等国也打算提高军费支出水平。俄罗斯自己犯的错就不要找别人的问题了。不过在另一边，德国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德国国防专员主动爆料德国军队的缺陷，按照他的话来说，那就是德国军队什么都缺。3月12日，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报道，联邦国防军协会主席安德烈·维斯特纳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存在重大缺陷，各个军种问题都很严重，没有一个陆军旅可以投入战斗，因此关键是现在就要投资。不过在2022年5月的时候，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提出了一项军事改革计划，计划投入1000亿欧元，以建立欧洲最大的北约军队，应对当时刚开始的乌俄战争。那为什么还缺投资呢？按照维斯特纳的话来说，德军获得的1000亿欧元没有带来任何改善。同时，德国联邦议院国防专员埃娃·赫格尔在2023年度报告中指出，在启动军事时代转折的第2年，无论是在人员还是在装备和基础设施方面，德军都没有显著改善，部队正在老龄化且继续缩水，有些部队严重缺员，特别是数字和通信系统。
报告显示，德国军队没有无线局域网的营房和训练设施，在有网的地方，士兵得付费才能使用。在去年的一次北约演习中，部队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未加密无线电，无法与盟友联络，医疗记录仍然完全为纸质。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在战场上治疗重伤员的医生能以多快的速度收到这些记录？除了数字和通信问题，征兵和基础设施也是德军面临的问题。德国军队的规模去年反而缩减，而不是像急需的那样增长。截止2023年年底，军队人数略低于 18.2 万人，实际上比2022年底的 18.3 万人还要少。武装部队中仍有约2万个职位空缺。报告还指出，德军无法实现到2031年达到 20.3 万名士兵的目标。总结下来就是，想让德军保持完全的作战能力，将继续耗费大量资金。毕竟军队什么都缺，缺少弹药、零部件、无线电、坦克、舰船和飞机。2023年11月，国会议员约翰·瓦德普尔警告称，部分关键部队在战斗中只能维持2天。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自家的事情是不会外露的。就比如俄罗斯也不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苏57与 T14 无法在乌俄战场上发挥作用，那么德国为什么要自曝短板？就火力军的话来说，德国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盟友自己不会直接卷入乌俄战争，没有一个步兵旅能投入战斗，那还出什么兵？顺带援乌的武器可能也会减少。舒尔茨现在就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就有了现成的理由。不过火力军一直都相信一句话，想要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德方也发布了军队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德军现状不容乐观，军队物资严重不足，比如弹药短缺、设备老旧、物资严重不足，以致军人无法执行任务。但是在整个乌俄战争期间，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第2大军事援助国。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柏林已为基辅提供了约190亿美元的武器，在2023年，德国也没有停止援乌。另一边，美媒深度披露，五角大楼 AI 旗舰项目，也就是梅文计划。美军当前用于军事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流于理论。2月28日，彭博新闻社网站发表了关于美军用于识别战场目标的人工智能项目，也就是梅文计划。梅文计划是一个围绕算法识别战场上人员和装备的系统，试验平台就是第18空降军。2020年，在美国陆军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堡基地，一个人工智能向操作员报告，已经瞄准一辆废弃的坦克。第18空降军的士兵断定人工智能判断正确后，系统向海马斯发送指示开火的信号。于是，一枚火箭划过天空，并找到目标，摧毁了那辆坦克。这次的爆炸与之前的实弹演习不同，这是美国士兵第一次打击了由人工智能程序定位和识别的目标。之后不到4年的时间，美国就在战争中使用了人工智能。美国中央司令部首席技术官斯凯勒摩尔说，在过去几周里，美国梅文计划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已经定位了也门的火箭发射器与红海的水面舰艇，并帮助士兵锁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打击目标。在美军内部，人工智能存在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了。冷战时期，半自动地面环境防空系统曾利用早期算法处理雷达数据。在海湾战争期间，分析工具曾参加了部队调动的计划。在21世纪初期，美国空军前助理部长威尔·罗伯提出了一项耗资5000万美元、运用机器学习进行自动目标识别的计划，之后发展为梅文计划。据知情人士称，支持该系统的主要数据融合平台是由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制造的。在12家主要参与企业中，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L3 哈里斯科技公司、马克萨尔科技公司、微软和内华达山脉公司。随着科技的发展，梅文计划也越来越完善改善。在2020年就在自由堡基地进行了火炮测试，此后通过与美军其他军种及英国等盟国协作，第18空降军使用梅文系统从轰炸机、战斗机和无人机上打击目标，并制作了用于潜艇的型号。在乌俄战争爆发后，梅文计划还用于支持乌克兰。有匿名的知情人士称，美国一直利用卫星情报和梅文智能系统向乌军提供俄军装备的位置信息，后者随后以卫星制导导弹对这些目标实施攻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算法存在局限，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还要担心敌人会不会破坏了系统，而且还要考虑使用后果。如果是海上，那无非是一枚导弹坠入大海，
但如果是地面战场，还要对附近区域造成的影响。针对乌军海上无人艇，俄军海上自杀式无人机准备参战。3月11日，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俄军舰载攻击无人机的制造工作已接近尾声，不久之后就可以加入海军，可以部署在舰艇和快艇上。这种武器可用于登陆行动和打击敌方船只，包括无人艇。乌俄战争已经证明了无人机在战场的作用，凭借着精准度，可以攻击炮兵阵地、仓库、指挥所、通信枢纽和其他重要设施，在海上也是如此。这种海上无人机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不靠近海岸的情况下打击港口中心的设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舰载无人机与陆地无人机还是有区别的。海面上没有地标，而且水上飞行很难控制，没有能用于定位的物体。俄军的舰载无人机是否可靠还不确定。火力军之前也提到过，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的发展既没有形成适合的体系，还分散了技术力量和经费，让很多项目最终烂尾。在2019年首飞的猎人无人机刚进入测试的首尾阶段，2024年下半年才会量产。千牛星 U 大型高空长航式无人机至今还没有完成国家鉴定定型。在无人机配套设备上，因为工业门类的缺项，俄罗斯在很多核心元器件上还需要依赖从国外进口。自从2014年被制裁之后，很多既有项目也都因此陷入了停滞。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会使用伊朗的见证者136。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罗斯为什么要对英国国防大臣的飞机实施电子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